对自由者而言，什么是束缚？飞鸟说，束缚是剥夺双翼。鲜花说，束缚是扎根泥土。伟大之人则说，答案早有定论，只待睁开双眼。少给我来这套！谁都不能束缚我！好啊，既然这样，我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很显然，这是一场象征意识胜利的雨。不对，我应该用高塔来称呼它。它是岩雪圣城里最高的建筑，因为它所在的世界炮刚好和我所在的世界炮重叠，大概是沙漏那样的结构。世界炮是……等等，我怎么会纠结这种毫无意义的白痴问题？那现在的我又是谁？啊，果然是躺太久了吧。果然清醒多了。哼，就这？想赢我，你还早了10000年。我应该说过的吧，谁都不能束缚我，哪怕这个人是我自己。
喂，这是什么表情？要不是看你们紧张兮兮，我还懒得说呢。抱歉，我们也是担心你才……哎，我懂你意思，但我现在真的可好了，倒是你的模样……嗨，我就说嘛，有我十之律者在，你们怎么可能输？的确是多亏了十之律者和大家的帮助，我们才能战胜维塔，解放两边的世界。但之后要面对的事，或许不比之前轻松。等等，感情你们第一个来找我，就只是因为我得到身体这件事，在2个世界炮内引起的反应最大。怎么，你有什么不满吗？切，我又不是你，凡事要先不满一下，这反倒更能证明十之律者女士的独一无二。行吧，不过我还是有一件事很在意。啥事？现在的十之律者不还是从前的模样吗？可你刚刚说……哎，希儿妹妹，毁掉身体和我没变化是2回事。其次，我必须要纠正你，你送的那具身体从来都不属于我。你毕竟是从量子之海中诞生的律者，而我的力量可是中烟之茧的投影。不考虑个人喜好，单从本质上看，两者也天然对立。换言之，你这礼物虽好，但的确是送错人啦。所以，如果哪天 Kiana 帮你捏了一副身体，你就会欣然接受？嗨，这又不是套娃。不管谁多送我一个，都会成为累赘。况且那玩意儿我自己就能捏。还记得吗？石头博士说，它本质上是一团能量，只能靠依附于物质和我们建立联系。而我呢，却可以在物质和能量间自由转换。而身体，它不过是万千物质中的一类，只要我乐意，给你们来个72变也不是难事啊。至于在大家面前保持这副人形，不过是图个方便罢了。表情丰富，动作生动。这样看，你好像确实比神之剑厉害许多。喂，你怎么又提？算了，能说出刚刚那句话，于情于理，我都该回你一句。你这一来二去也成长了不少，要是没有你，咱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总之，多谢了。我其实没有参与最后那场战斗，都是希儿在。差不多得了啊！希儿刚刚不是都已经说了一遍事情的始末？还是说那创生之羽锐利可比银针是自己钻过世界炮的边界掉我头上的？唉，先罗列他人的努力，以否认自己的付出，这种套路对我不管用。你就坦率点，乖乖收下十之律者女士的夸奖吧。我真心建议某人改改随便读心的毛病。我也真心建议某人少点弯弯绕绕，这样本人还能省下当知心姐姐的时间，干些更有趣的事情。你什么？我哪句不对？我看你呀，最好抽个时间手抄1000遍我值得，我最棒，我天下第一。每次说不出来话的时候，就摸出来看看。好啦，大家有什么话路上再说吧。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绮罗前辈他们的情况，而且沙铁国都的居民在脱离规则掌控后又变成了什么样子，现在也是未知数。行，都听咱们高塔贤者的。刚好我躺久了，想活动活动身子，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们走一趟吧。他看起来心情很好。坏人打败了，可以回家了，心情能不好吗？是啊，不过我总觉得
石之掠者是在为别的事情开心呢。比如他朋友第一个确认的对象是他自己。那谁知道呢？我可不会笃信。这一定是个好的开始。